速与激情里，从保伦沃克驾驶的30 Eclipse 到第3部将飙车主战场转移至东京。电影里日系 JDM 与美系肌肉车的碰撞，成为不少车友年轻时最珍贵的回忆。伴随头文字 D One and Midnight 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对改装车漂移文化产生浓烈的兴趣，而 JDM 这3个字也成为了不少车友一辈子的信仰。那么到底什么是 JDM？ 大家好，这里是三驱兄弟。当我们谈及汽车改装，似乎就离不开 JDM 这个词。JDM Japanese Domestic Market 直译过来，日本本土市场，指在日本流通的车辆和零部件。提起这个词，你的第一印象也许是日本横滨大黑趴，满地耳熟能详的经典性能车，小到经济实用的 K-Car、平成 ABC， 大到东瀛战神 GTR、丰田 Supra， 亦或者是湾岸线上夜夜笙歌的暴走族竞速车辆。似乎追求极致的速度便是 JDM 的人生信条，但圈子里还有一种玩法，则是只追求外观规格上的更加日式，对速度要求则有所降低。悬于大阪的 VIP 风格，便是一众黑帮大佬们希望能让自己的爱车从外观上与常人区分开而进行的特定改装。丰田皇冠、尼桑公爵、风度等一众车型都是80、90年代 VIP 改装的主力车型，换上大尺寸深凹高亮的轮毂，降低车身，使得轮眉与轮缘齐平。而汽车内饰的改装更是精髓所在，通常会以豪华会客厅为灵感，追求内部空间极致奢华。随着时代发展，很多普通车主也接受了这种玩车理念。在日本改装车飙车文化最鼎盛时期， JDM 的说法反而并不流行。这几年人们越来越多讨论 JDM， 实际更多的是带有一丝怀旧，饱含对时代一去不复返的追溯和回忆。想要探究 JDM 的起源，我们需要了解日本汽车工业发展史。相对于欧美，日本起步要晚上20年，且和德国一样，一开始和军工密切相连。我要买 GTR， 一辆奔驰劳力士都不换。今天我们熟知的 Skyline 车系一开始是日本王子汽车旗下产品，而公司的前身则是臭名昭著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制造商。战争结束后，很多小企业凉到不行，日本政府便开始呼吁大型车企可以兼并收购小企业，王子便是与 Datsun， 也就是今天的日产合并。第一代的 Skyline 还只提供 1.5 升和 1.9 升两款排量的4缸发动机。410高性能车的出现则要等到1969年了。为了振兴汽车工业，日本政府早期做了很多引导和优惠，出于保护本土企业，甚至会对进口车企征收 40% 的关税，以及出台配套制度。日本车企普遍认为，想振兴汽车工业，就一定得走专业化协作的道路，让整车厂和零件厂紧密合作，组织各种名目的协作会。因此，在日本这片不大的国土面积上，虽然仅有10家左右的大型汽车集团，却有着数千个经销商网点，近万家零部件厂。1956年出台的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特别对汽车零部件进行了为期15年的专项补贴。不少曾经角落里的街道小厂，在今天都成为了一个个专精特新的小巨人。这些都有为后来 JDM 改装文化埋下伏笔。时间到了60年代，全日本的经济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蹭蹭蹭往上涨。在日本神户高速公路开通后，日本掀起了一场汽车普及的浪潮，并成为3大支柱产业之一。咱知道，日本受限区位因素，资源、能源都很匮乏，因此厂家在造车时都有意识注重节能技术。而在2次石油危机爆发后，这种油耗低、轻便且物美价廉的日本小车反而大受欢迎，一举打入国际市场。日本汽车产量在1980年达到1104万台，赶超美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出口大国。不仅是汽车，当时日本各行各业都处于鼎盛繁荣时期，这在很多文艺作品里都能找到体现。有了消费土壤，日本车企也开始研发一些高性能车型，诸如樱井真一郎操刀的日产 Skyline， 以及丰田2000 GT、本田 S800M 等。而这一现象在日本经济泡沫时期达到顶峰，当时很多日本家庭已经考虑到了买第3台车的程度，车企也不惜下血本去研发更加精致强悍的车型。性能车方面，这时期大名鼎鼎的4大天王之一丰田 Supra 搭载双涡轮增压发动机，100公里加速只需4.6秒，调教上偏向直线，这让它被冠以直线牛魔王的称号。第一代 Supra 1979年就被引入美国市场，但因销量不佳，1998年还曾一度停止进口。后来《速度与激情》第1部上映后，结尾保罗沃克驾驶 Supra 和唐老大飙车的场景，让美国人重拾对这台车的喜爱。另一台神车本田 NSX 诞生便是为了与法拉利328相抗衡。第一代 NSX 便是搭载了本田看家本领的 VTEC 3.0升 V6 发动机。
VTEC is best， 自不用多说。为了打造这台车，本田还特意请来了前 F1 车手、中岛路和连续3届 F1 冠军埃尔顿·塞纳参与研发。最终，这台车也不负众望，拥有了不逊于法拉利的操控和超强马力，被冠为东瀛法拉利的名号。这时期的日本车上能明显感受到一种所谓的匠人精神，更是让车友江湖喜闻乐见的。第一代雷克萨斯 LS400， 豪华程度令人发指，硬是倒逼奔驰 S 级回炉重造。那个时代的日系车，无论是气场还是豪华程度，都丝毫不逊色同级别德系车。但伴随日本街头跑车逐渐增多，无次序的飙车让日本政府头疼不已。日本城市人口密集，因为飙车造成的死亡事故直线上升。在交通部的主持下，日本政府发起了第2次交通战争，出台规定要求限制车企的出厂马力。在日产 Fairlady 300ZX 率先将马力从计划的300调低至276后，一条马力不超过280，时速表不超过180公里每小时的君子协定便在车企间流行。虽然那时很多原厂的改装部门，如日产 Nismo 48路 STI 依旧会推大马力车型，但出厂的极速却只有180。这意味着车主手上的这台小野兽距离真正的爆发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然而这条协议却有一条 bug， 或者说留了一手，那便是协议只对汽车生产商生效，而对后改装市场没有限制。前面我们提到，日本的汽车零部件产业本就旺盛，而在君子协定后，日本改装业则朝轻量化的道路发展，降低了 JDM 的门槛。一些著名改装厂更是提供一条龙改装服务。90年代初，日本政府迫于一些特殊原因，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汽车改装法令，使得汽车厂可以通过技术授权，向自家或者合作的零件厂发放升级秘籍。自那以后，越来越多优秀改装作品被传为一段佳话。例如视频里这台便是出自转子之神雨宫永美，他改装的车在古田部环形测试赛道上0至400米加速跑出仅13秒的佳绩，在当时一举成名。而 RE 雨宫最拿手的莫过于改装马自达的 RX-7 转子发动机。多年以来，雨宫都坚持用 RX-7 参加日本最高级别比赛，虽然只是一支私人车队，却屡次拿下 GT300 分站冠军，数次拿下年度第2。可以说德国人发明了转子，但转子不死，却是被一个日本匠人推向神坛。JDM 的文化在90年代得到井喷，并逐渐形成多种风格。除去我们前面提到的黑帮 VIP 风格外， Boso Zokyo 和 Time Attack 在圈内影响力也非常大。Time Attack 字面意思追求最快的圈速，起源日本车企在推出一众性能车后，会相继下赛道刷圈数，扩散自己的影响力，后续陆续在民间流行，久而久之成为一种赛事运动。Boso Zokyo 直译过来是暴走族，一开始这个词起源于广岛，指在街道上骑暴力摩托的不良少年，有点类似国内的鬼火少年。后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汽车逐渐取代摩托，暴走族便分为了2类，一类是 Dakotora 日本暴走卡车，属于更小众的圈子文化，会对卡车进行花哨的改装，这样的开销往往不容小觑。另一类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Zokusha 暴走族车辆，追求夸张到极致的空气动力学套件以及经典的冲天排气都是暴走族的显著特征。还有一种需要单拎出来的则是 Kanjo，中文名环状族。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因为超前消费，很多人身上都背上巨额贷款，抱有对社会的不满。一些20来岁的失业青年开始在阪神高速公路1号环状线上彻夜狂飙。一开始环状族使用的车型非常杂乱，后续清一色的换成了本田思域。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思域够便宜，并且改装潜力大，但实际更多的还是因为思域车身矮小，外加红顶 VTEC 发动机的加持，可以轻松冲卡，逃脱警察的追捕。而在另一条著名的日本飙车场湾岸线上，混乱无序中诞生了井然的秩序，很多自发车队在这里陆续成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吉田荣一的 Midnight Club。 很多玩车改装车的大佬都和这个组织有过或多或少联系。吉田荣一本身也是动漫湾岸里岛打野的原型，重度保时捷玩家。据说他的930 Turbo 在改装后马力超过600匹，最高时速能超过300公里。想要加入 Midnight， 有着严苛的条件，首先必须要在湾岸线上跑出250公里每小时，并保持一段时间。加入后还有1年的学徒期，最终考察结束，只有10%的车手能够成为正式成员。俱乐部内部所有车手的姓名、职业都会高度保密，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俱乐部成员禁止对其他社会无关车辆构成威胁和影响，禁止在马路上斗气，这也成了湾岸线上所谓的街头仁义。俱乐部初始成员仅有30人，发展到90年代中期大约有75人。然而这样玩命的飙车行为最终还是出事了，一辆 Midnight 的成员和暴走族产生冲突，
最终演变为一场生死竞赛。不幸的是，暴走族车手车辆失控，以极高的速度撞上行驶车辆，造成连环撞车事故。因为裹入了社会无关人士，违反俱乐部成立之初定下的准则。自那之后 ，Midnight Club 就此解散。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从一片欣欣向荣到轰然倒塌，绝大多数民众购买力大不如前。相比跑车，一台经济实用的 K Car 反而更加卖座，绝大多数厂商叫停了自己高性能车计划，马自达也半雪藏了自己引以为傲的转子发动机。日本进入了低物欲时代，新生一代年轻人面临无止境的内卷，选择了躺平，甚至连驾照都不愿考。由于没有新鲜血液的换代，随着老一代飙车族老去， JDM 的辉煌似乎永远被定格在了过去式。疯狂的时代造就了疯狂的汽车。JDM 的起源也许并没有那么多传奇色彩，无非是彷徨的时代，一群单纯热血青年在马路上挥洒青春。但毫无疑问，湾岸线上的竞速文化间接推动了日本改装业的蓬勃发展。从 JDM 中衍生的漂移文化、改装文化，也随着头文字 D、湾岸这类优秀作品席卷全球，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好，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想听更多有趣的汽车文化故事，可以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